如何回到台湾这块土地上面，其实很多事情是我们都知道它重要，可是它其实逐渐在消失，跟逐渐在消失。那特别是说对于人跟人的关系，还有人跟土地的关系。新富市场它其实今年也刚好也84年了，那它在整个流变之中，其实它也见证了万华的一个纹理的变迁。我们在整个经营的路径上面，有一个部分是透过议题性的一个策展。那这个议题性的策展，其实我们非常强调的是现地的创作。大概每年会邀请一个跨领域的团队，透过这样子的现地创作的模式，去累积关于这个地方的论述，以及我们想要去叩问对于未来各种的一个可能。既视感本身呢，在现在年轻人来讲是一个似曾相识，好像有又好像没有，好像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，我不用记得全貌，可是我隐约可以感觉到这件事情跟我有关。因为我们对很多事情的捕捉已经开始因为网络的关系、各式各样的关系，它其实片段的，不再是那么跟着于地方的。这个展览的整个计划，它基本上要处理的是，我们如何从这一代的身体经验出发，去连接上一代的记忆，连接上一代的历史，然后给出下一代的可能性。最早是我有一次看到有一张1930年代的一个老照片，因为这个新富町是1930年代开始的，那吸引我的是它陈列东西的那些容器，所以我就想说去找一个他们日常生活每天都用到的容器或器具，去做一个交换的一个计划这样子。物件跟他们的工作或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些连接，也许更是有一种这个市场的一些片段的历史，其实都可以被一点一点的去把轮廓画出来。一个环境的认知变成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场所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时候它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，或许是我们言语难以表达的，因此我们才会去好像回到针对这些物本身好像没有在讲话，但是他自己会表达，散发出一些气息来。传统认知上比较是像是很平凡、很没有名字的，然后没有被认知到，或者是甚至我们会定义成没有意义的一些部分。这个就是我主要想要去观察的一些事物，跟以往我们看一个整体性的环境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个观点。传统市场在曾经有一代的时间里面，他们不管是摊商跟摊商之间，或者是人跟摊商之间的那些互动，都在那个里面发生。那每个人在那边不停的出入，然后不停的工作，然后生活的时候，那个市场它就好像是一个不停在创造生命经验的一个地方。想要用随身的镜头去记录下，也许很多我们平常看不到或者是不容易发现的事情。假设有一个情境是，如果这个市场未来已经不在了，那只有靠过影像跟图像，要去怎么想象过去曾经在台湾有这样的一个地方。城市生活，市场是很主要的，而且它是一个人跟人交流的地方。在共享经济出现之后，我们的生活好像更便利了，但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跟关系，好像也越来越专门化。我觉得这个下一代的市场的未来性，它真的有一种乡愁在里面，所以可以说好像是蛮矛盾的，因为我们是场所记事，我们又要把事情记下来，然后我们又要再想下一代的市场，所以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。其
纪念之味，就是它是一个伴手礼带过来分享的过程，然后希望大家透过分享进行食物的故事交换。市场它跟交换交易其实很像，就是当工作坊的参与者在走进去的时候，他会看到触发他回想他过去曾经有的生命经验，或是旅行经验，或是他的家庭背景的经验，透过自由书写的方法，每一个人的故事会彼此碰撞，所以它是一个故事引发更多的故事的方式。因为工作坊做的是对传统市场的记忆，也就是过去。我们透过纸雕绘画的方式、纸雕创作的方式，去观察这个市场里面的生态样貌、人物的角色动作。那些棚子就是很像一条蛇的形状，然后其实，在那个环境下面就很像就是进入另一个空间的那种感觉。再往到顶楼的部分，我就用了新福町过往的一些砖瓦的造型，然后去拼凑出来，形成另外一个新的图腾，也邀请来参观的民众一起去思索传统市场未来的可能性。田调变成是这个作品挺重要的一部分，然后实际进到田调去了解身体的状态，摊商身体的状态，然后从那个身体状态去用我们自己对于舞蹈的认知或什么的，然后就把它变成一个早操。进去摊商田调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其实他们那些动作都很难去学习。像在肌肉摊，就是他处理自己可能不到1分钟30秒，可是我就是可能花了10分钟，都还没把他要清的那些血块啊内脏去清理掉。他们在工作的过程中，就会发现，事实上摊商在使用他们的身体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很清楚的是功能取向。可是事实上很多事情不是在学那个动作的外形，而是在学那个对于那个动作的了解是什么。右 and 左，右下巴抬高，面带微笑，预备加手。下一套登高不远 and 蹲 and 上 and 蹲低，膝盖抬高，手推出去蹲 and 我们的身体可以不断的在变形，去转化出那个中间的发生的事情。我觉得这是一个舞蹈可以处理在这种过渡上很强的一个阿凤这样子。一个展览或者是一个创作，它如何重新回到调查研究的方法或采集调查的方法，它是让你知道说每一个作品本身，它就是作为一个档案的存在，那它都可以去索引出这个作品前置的一些可能，或者是在作品阶段性的完成之后能够持续发生的，就是有新的交换的方式、新的饮食的方式、新的知识交流的方式，都可以让它变成是一个就是以公共性为前提的一个生活实验室。